我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林秉祐議員、周瑜修秘書長、柯志恩委員、張斯綱議員、董志森先生。好，美國跟伊朗宣布了，說他們達成了協議了哈。因為之前講來講去呢，現在終於宣布了，19號在瑞士要簽署啊。現在就看川普要不要去，這麼重要的事情，看起來川普很想去啊。那另外呢，這個到底真的假的，現在不知道，所以有14點意向書曝光了啊。那到底怎樣啊？反正不你不打我不打你啦，核濃縮又怎樣啦？然後這個荷姆茲海峽怎樣？有一點大家比較這個重視，就是說美國承諾跟區域夥伴共同擬定一項經雙方同意的全面計劃，協助伊朗重建跟發展經濟，確保至少3000億美元的籌資。哦，你看看伊朗在海外被凍結250億美金，現在要給他3000億耶，真的假的？打個仗弄3000億來哦？那到底真的還是假的哦？它有14點了哈，我們就不一個一個講了啊。然後另外呢，這個美國參議員啊夏茲啊，他說呢，最大外交失誤之一就是伊朗協議，怎麼到現在看不到呢？我們現在看到的是14點了，是不是最後都還不知道？為什麼看不到呢？白宮說沒關係，6月19號我們前20號就公開給你看了，那為什麼事先不能看呢？到底怎樣呢？可能有人會反對啊，那反對以後還簽還是不簽呢？哦，如果反對是有利啊，國會啊等等，簽還是不簽呢？所以先不給你們看哦。那這個夏茲就講了，如果這個協議這麼好，為什麼大家不能看到它？哦，所以這很奇怪嘛。哦，那一定中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啊，否則為什麼不給我們看呢？就這個意思。3000億美元怎麼來的？說包括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承諾參與，哇，一堆國家抓進來，大家一起出一點錢哦。那這個錢幹什麼？說不是重建，也不是賠償計劃，所以不會用政府的基金。哦，那到底從美國、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亞洲、南美洲、非洲，全世界都給他弄來了，幹嘛？提供資金，說將來要變成什麼航運的改善啦，這個能源的這個等等一大堆了。哦，反正就是呢，給你錢來這個，等於是戰後的經濟的發展了哈。那這個叫做私募基金，哎，很快近半1500億，火速到位，哇，這個很厲害哈。那另外呢，這個川普說，不是我們美國給錢，這是假新聞，是那些愚蠢的民主黨人散布的。那到底有沒有這3000億？20號你就知道了啊，不都很難講，他有很多表面簽個協議，私下有另外的協議哈，你不知道都有可能啊。那川普說，伊朗永遠不會有核武，什麼叫永遠嘛？你川普只剩下2年任期啊？什麼叫永遠？啊，伊朗給你永遠嗎？啊，你自己講永遠吧。啊，那另外呢，這個《華爾街日報》披露了一些細節，說伊朗簽署後可以立刻就出售它的石油了，立刻可以進賬了。那美國情報界說呢，這個現在伊朗知道怎麼樣掌控荷姆茲海峽了，所以以後還要建立某種巡防機制，這是我的，沒事我去巡邏可不可以？我到時候不給你過就不給你過了啊。所以呢，有3大分歧啊。荷姆茲海峽開放，美國說全部開了啊，伊朗說呢，我要主導哦，而且呢是美國解封，我并不是说我要解封。黎巴嫩停火哦，伊朗說包含黎巴嫩合約永久停火，川普說沒有提，美國說沒提啊。那另外呢，核計劃，美國說伊朗永遠沒有核武器了，60天內，伊朗說誰講60天內繼續談判呢？我哪有承諾永遠沒有核武器呢？哦，那另外呢，伊朗說關於這個他的海外的存款，伊朗說先把這個資金凍結國解凍再說。那美國說呢，你還沒有承諾以前我不能解凍啊。那另外呢，川普說呢，以色列放手了，不要去打這個真主黨呢，敘利亞去打了，你老是去轟炸這個黎巴嫩幹什麼哈？伊朗外長說，美軍終戰協議有要求以色列從黎巴嫩撤軍，但是呢，以色列說沒有哦，以色列沒有，而且以色列說他原來要對伊朗採取一個大規模的空襲，因為川普說不要再去打他了，而且3字經都罵出來了哦，所以呢，臨時喊卡了。川普很凶啊，對尼坦雅胡說，不是因為我哈。伊朗如果發展出核武，2個小時把你以色列滅國了，不是因為你尼坦雅胡現在關在監牢裡面，還在那邊大搖大擺啊，所以呢，川普又罵尼坦雅胡說，你就算要抓個人，不用把整個大樓都炸死、炸光，然後把你們都炸死，只為了抓幾個人啊，所以呢，這個
但是白宮說他們兩個人關係好得不得了啊。那另外呢，說有一個陰謀哈，說要趁着白宮250周年的慶祝辦这種 UFC 的賽事，川普喜歡看那種摔跤啊、那種武鬥啊等等哈，用無人機先去炸，然後讓民眾疏散以後呢，然後再用狙擊手把這些掃射。哦，哇，這好厲害！這個凶險的媽媽來檢舉的，然後呢說暗殺第一名叫做他把川普暗殺掉，然後呢把副總統范斯也暗殺掉，把這個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暗殺掉，把這個特斯拉的這個執行長馬斯克也暗殺掉，23個人搞了一個很大的網絡，我們看一下。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There is also, of course, the anger on the part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learly expressed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that he feels G7 leaders and other Western leaders have simply not stepped up to help the United States forcefully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川普在 G7 上大談美伊和解，但又怕是狼來了，伊朗民眾謹慎看待。اونا اصلا هیچ وقت پایبند نیستن تو دنیا سابقهشون خرابه و نه اسرائیل不欢迎美伊停戰協議的還有以色列。外媒法新社報道，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放話，表示以色列不是協議的簽署方，堅持以色列不受協議約束。G7 除了聚焦美伊和談，俄烏何時停戰也是外界焦點。不過，已抵達 G7 會場的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透露，他曾提議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 G7 峰會對話結束戰爭，卻遭到普京拒絕。白宮草坪正拆除周末格鬥賽的擂台，卻傳出這場川普與政府要員齊聚的慶生活動竟成攻擊目標。The co-conspirators discussed using drones to drop explosives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White House to create panic and funnel event attendees toward locations where the co-conspirators would have snipers prepared to kill certain high-value targets. 根據法院文件指出，高價值目標指向美國總統川普、副總統范斯與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等人。I haven't heard about it, no. But I watched the attack that I watched were the fighters. 川普還能開玩笑，又躲過暗殺，全靠 FBI 聯邦調查局事先掌握情資，與司法部展開跨州行動，徹底阻止攻擊計劃，並已逮捕5人，還有23人在逃。According to court documents, the online group were ex-military, Christian-based and anti-government, with anti-Israel and anti-Jewish views. 加州法院公布證物，包含預謀犯案的對話群組、步槍、多核彈藥等。而這起調查起於一名19歲嫌犯，母親發現他囤積武器，並且聯繫激進人士，因此主動通報警方。外媒指出，嫌犯策劃第一波無人機攻擊之後，還有第2波闖入白宮，好在恐怖行動實施前就被瓦解。來自然，我覺得如果3000億能夠換來和平，我想很多人是樂觀其成啊。但是你會思考一下，這3000億美金啊，大概是可以影響我們的地緣政治，可以影響到整個全球的一個經濟。所以你當然有必要把它講清楚，到底是私募還是真的是由美國人民的納稅錢拿出來做一個伊朗的重建計劃。所以川普在第一時間當然會否認，他的否認理由就是來自於，因為他目前來說已經有很多人認為說，他這一次攻擊伊朗是美國近年來最大的一個失誤。如果這筆錢還是如大家所預期的，是從美國的這樣的稅收裡面來拿，你覺得他得到的地位是如何？而且這對於一個這麼愛好面子的川普來說，他是被伊朗提前來曝光，說美國要給予這個重建計劃。所以說呢，對美國重建計劃裡面竟然還包含了我們所謂的新馬日韓，那這4個國家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的聲音。所以就誠如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它會不會是一個事實？我剛剛看到的外電裡面呢，以色列提出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所謂的抗議，因為他們也跟這個美國要求要去看這個所謂的諒解 MOU， 他們號稱為這個叫諒解 MOU， 美國也不給。那以色列認為說，我過去跟你並肩作戰，你現在只叫我不要去跟黎巴嫩的真主黨來做對抗，那跟我息息相關的這個部分，我們都是在中東，你卻被我看內容，我到時候被你賣了，或是發生什麼樣的狀況，我沒有辦法去做掌控。所以目前為止，不是只有民主黨的人提出來的抗議，連以色列這麼堅貞的國家也提出來做一個抗議啊。所以我個人覺得說，川普他當然希望能夠趕快提出，但是誠如我們坐在這個地方已經講了差不多是60天了，還是不知道他的結果是怎麼樣。但是好像過去到現在只有19號
開始要公布，20號大家就看得出來是最接近而且最實在的。那我們老實講啊，如果過去來說，很多時候要提出這個所謂的談判和解，一定會提出用經濟來促進和平的這樣的一個策略。如果3000億美金能夠換得，然後呢，能夠讓大家在所謂的製造業、在所謂的航運、在所謂的物流、在所謂的能源，能夠得到一個讓伊朗在破碎的國家當中，讓他彼此間都可以獲得一些所謂的好處，也能夠讓他恢復的速度更快。那我覺得，如果可以在，而且你剛剛已經特別提到1500億已經到位了，所以表示有很多人想透過這個部分。我們唯一比較擔心的是，這件事情會不會又是突然之間有誰以色列一個抗議，或是川普哪一件事情他又不要，然後整個又會花起。那會花之後，我們的能源到底要怎麼辦？對不對？荷姆斯海峽只要不通過，我們一艘遊船就要，我們台灣就要多付10億，都要多付10億。現在已經多付好多錢了，趕快讓它通過，否則我們也都有受到很大的影響啊。我這一點很不滿意哦。賴清德為什麼不去跟川普抗議？哎，韓日新馬都參加重建了，台灣這麼有錢，去年跟美國貿易順差就1000億美元，對不對？那川普天天講台灣偷我的晶片，今天又講了什麼偷我的晶片，偷我晶片，這個時候讓台灣報恩嘛？什麼偷，對不對？叫台灣出錢呢、居然不提台灣，對不對？這個時候什麼韓日新馬會比台灣有錢嗎？不會吧？新加坡這麼幾百萬人的地方，馬來西亞也最近還不錯的這幾年，也不至於那麼有錢吧，對不对？日本算是大國了，韓國也比我們強不到哪裡去啊，怎麼都跟他們要錢，不跟我們要錢呢？不該抗議嗎？你把我們台灣看到什麼地方去？來，余秀兄，我覺得第一個台灣話講好康的路沒丟爛吶，拍卡給咱弄白頭錢。我覺得川普的個性我反而對這件事情，我覺得我持比較存疑的態度。因為川普的心情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這講，剛剛志恩文講60天呢，搞不好下一個10天、20天又要講同樣的事情，感覺是那種不論好與不好，這是我們台灣話常講西斗又沒西平斗，大家一起上，就他自己不上，一回頭，叫別人上，自己不上，這第一個。第二個，我覺得以色列那個問題沒有那麼好解決呢。我覺得打到一半，當你盟友，然後你現在叫我撤退。但我跟黎巴嫩真主長這條小不要讓他省，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這種講好聽是講務實外交，講難聽其實是背叛，根本是背叛嘛。好，那我比較關心的是剛剛這個少康大哥講的，那我們的政府現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好，除了第一個，如果有這是一個未來可以去投資伊朗的好的投資，那其實好像也沒有我們的份嘛。好，然後再來一個，就是我常常講說，國安會有沒有針對這件事情給總統足夠的報告？有沒有評估？就眼看就要停了嘛，看起來就要停了嘛。那到底是停與不停？現在沒有人知道。好，所以我覺得還是對一般的民眾而言還是比較遙遠的。好，但是川普是不是還那麼樣講話算話？我覺得我打一個很大的問號。剛剛正式的看到一個正式的新聞，說以色列已經正式向美國提出要求，我要看你協議的內容，就是這樣啊。然後美國回答一個字 ，no， 對啊，休假才回來，不給你看，不敢這樣。鄭麗文到美國說呢，原來要跟國安會的官員見面了。後來被取消了啊，民進黨團就見獵欣喜了，說國民黨外交路線以誠信為原則，什麼意思？要誠信啊？就說呢，大概這個有公關公司安排了要去拜訪誰，然後呢，這個說是沒有說鄭麗文要去了，他們以為是什麼其他人要去了就沒有把全部的到底誰要去等等講清楚了那到底民進黨這個消息正不正確，現在也不知道了那鄭麗文說，習近平的手柔軟像雲朵，有這樣講嗎？邱垂正說，美方這個應該是蠻錯愕的說連大陸人都不相信，說習近平的手柔軟像雲朵我不知道到底真的有，我覺得很奇怪，講這個幹嘛應該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那這是陸委會主委邱垂正他們說的了聯合報的黑白集說，好吧，你們去笑鄭麗文，至少比賴清德強吧？笑了半天，笑什麼呢？賴清德現在本土也沒經過，賴清德去到一個史瓦蒂尼，還是我們的友邦結果我覺得最好笑，讓史瓦蒂尼那個女副總理當空中小姐來回4趟
就是說先專機來把賴清德接到飛機上去，然後呢再陪他回來，然後再單獨再回去，4次一個女副總理，你說哈？好吧，那最近又傳出来說他們好像要跟老共建交，不知道真的假的。那另外呢，这個川普，你看我剛剛講，美國的晶片霸主被偷，什麼叫偷？你怎麼會被偷呢？你自己想想看啊！而且如果你真的講偷，美國被偷東西多了，美國原來是汽車王國不是嗎？是美國是汽車王國啊。對。現在後來大概在80年的時候，日本的汽車 Toyota 什麼 Nissan 的產量就比美國多了。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在美國受訓啊，因為我是工程師，那我們總公司要我到美國去受管理的訓練，在那個講師講到一半，突然很驚訝的說：“大家知道今天發生一件大事嗎？”我說：“什麼大事？日本產量車子居然比美國我們汽車王國還多。”那川普可以說日本把我們汽車偷走了嗎？汽車也偷走。那現在大陸的電動車比美國車多了，中國大陸把我們車子偷走了嗎？什麼偷呢？對不对？這是競爭力的問題嘛？對你這邊在你那邊做成本高了，划不來了，轉移到別的地方，那你做對你適合的，比如說你個 iPhone 賺多少錢啊？對不對？人家這個裝配賺一點點毛利，你這個 iPhone 賺多少錢？這是你適合的嘛？你適合就發展你適合的東西嘛？然後呢，就老實說被偷，實在是我覺得這個是很不應該。什麼叫偷你的呢？在他競爭啊。好，然後他就威脅了，你們這些晶片不回美國身上課200%的關稅。換句話說，你在國外生產便宜嘛，效率高嘛。比如台積電，一旦發生了地震啊、什麼颱風啊，那些協力廠商半夜就跑去給他去維修了。美國看看有這種可能嗎？3天能來都不錯了。那你怎麼你說是偷你的嗎？是你這人懶啊，你這人不努力啊，你怎麼怪別人呢？對不對？好吧，所以呢，他現在他很簡單，你在海外做比較便宜，對不對？我抽你200%關稅，你就貴了嘛。流氓，就是這什麼啊？就這樣幹了你只是把消費者都搞到美國生產成本高很多嘛，把成本都搞高了嘛，變成這樣子嘛消費者是多付錢而已嘛。川普眼中現在只剩下習近平了說呢 G7 他現在到這個歐洲參加 G7 的這個會議，擔心以後沒有什麼 G7， 只有 G2 了原來是 G8。然後把俄羅斯踢掉，現在變成 G7， 然後呢，將來呢，搞不好你們什麼都踢掉了，剩下 G2 只有中日了，所以日本跟中美了，所以呢，日歐很害怕，說這發覺什麼後面都沒人了，怎麼回事啊？是他們2個那另外呢，外交政策寫一個文章說，民進黨面臨警訊，因為台灣對美國賭太大，就台灣所有東西都靠着美國，那如果美國到時候一翻臉。像川普依這個背棄你的時候呢，他說美國對台的支持正在減少，甚至可能撤回對台灣的支持。我們看一下，政治人物真的誠信是非常重要的。那希望國民黨的外交路線還是要以誠信為原則，那能夠反映台灣的主流民意。我想美方的這些相關的也應該蠻錯愕的被懲處的中共黨政軍被處分的。有720萬人次你說他是一個溫柔溫暖的人，我想連中國大陸的人都不會相信。來，世剛，當然曾麗文這次去大概其實有3個方面觀察。第一個就是僑胞的部分僑胞部分，那僑胞部分很熱烈，很熱烈。洛杉磯好像差不多有接近100桌，這樣過去。2-3年其實海外的僑胞對國民黨確實是蠻焦慮的包括是這個領導的問題，然後包括是未來選舉的問題，所以鄭麗文這次去說來鞏固國民黨在北美的這個僑胞的這個基本盤這部分是 OK 的。那再來就是智庫，那智庫的部分從西岸到東岸，從胡佛研究所一直到這個東岸很多的這個智庫機構，算是。蠻 frankly speaking 的啦，就算是很直白的溝通啦。那過去我們自己的經驗，大家去智庫的時候，不可能是跟你好來好往嘛。就算是跟你熟悉的人，也問的問題也是直指核心嘛，也不會講什麼客套話啦。那當然，你智庫這些研究員有喜歡鄭麗文，但也有不喜歡或是質疑的。但是我覺得還好，就是反正大家就直來直往。那就中間有一些什麼小話跑出來，我覺得那都是無關緊要的事情。也都無關大局，這想什麼習近平如何，那個我覺得講這真蠻無聊。那重點是借由這樣的一個交流，讓美國的智庫了解到鄭麗文的個人的政治風格
跟他自己的政治路線，還有以後他帶領國民黨會是怎麼樣一個方向去走，我覺得這個就是讓大家去認識鄭麗文。那第三個就是跟美國政府還有國會的溝通。那看起來國會的部分是還 OK， 但是政府部分就是民進黨一定是會貶義啦，一定會說這個見不到什麼人如何。但是我倒覺得這個部分倒不是它特別的一個大缺點，因為其實美國的官方對於在野黨的主席去做參訪，其實每一次會跟當時的政治情況的接待層級，包括接待的人，大概都會有一些彈性的不一樣。所以重點是鄭麗文這去讓美國的政學界了解到這個人啊，了解到這個人，那我覺得基本上就算成功了，就算成功。所以你去吹毛求疵，說什麼習近平如何，我是覺得這是沒有文章做，然後拿這個小東西來講。那蕭總，其實我們知道哈，鄭麗文對這一趟他有非常大的期待。據我所知哈，他也見到他想見的人。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因為我們很容易用這個來做對照。那當然，鄭麗文作為一個在野黨的主席，他能夠見到哪一些人，民進黨就譴責他，你就沒有誠信，你偷偷跑去名單沒有你就偷偷夾在裡面哦。這個當然哦，就民進黨的指控，當然大家聽聽就算了。可是你可以看到了哈，就。過去賴清德怎麼講啊？賴清德要選總統，說台灣的總統要走進白宮啊！他現在連美國本土都進不去，大家記得這句話吧？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情況哦，在我來看，當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布局。那這個布局裡面跟選舉有關啊。鄭麗文啊，他當然他的布局也跟選舉有關，美國的操作也跟美國的想法有關。為什麼？你就要主導我們的經過，要把它減少。這邊當然 AIT 會報過去嘛，這個不用講。那來我就給你一點顏色看看哦，所以有些東西我可能就打一點折扣也會，這是美國的手法。但是韓國瑜是民意代表，哎呀，台灣的民意代表在美國要見很多人很容易啦，民意代表就不代表官方嘛，這是一個情況。但是我主要的觀察在哪裡？我為什麼剛剛講台灣的選舉了？因為你可以看到邱垂正很活躍啊。鄭麗文在美國那邱垂正也趕快跳出來講話，對不對？姚慶齡他也趕快跳出來講話，我要把他送內政部去給他法辦他什麼？這些人都在保官位，你知道嗎？你可以發現台灣有個現象從民進黨提名沈伯洋這一個多月來，青鳥復活了，有沒有發現？去年大罷免輸了，青鳥就偷偷的藏起來，安靜了。那現在沈伯洋出來，哇，所有招數又出來，大家可以看到了。昨天有一幕最精彩的場景啊，說沈伯洋長得很像張孝全，結果張孝全剛好出現 ，TVBS 記者就衝上去說，人家講你長得像你，張孝全還旁邊那些演員沒有一個人敢講話，為什麼？要講錯話，你講話一定被兩面解讀，一定會被青鳥追殺，你知道？我們台灣已經變成這樣了。每個人都很尷尬，都不敢講話，你知道嗎？我們什麼時候台灣社會變成一個噤若寒蟬？這就是青鳥帶來給社會整個的印象啊。那今天你可以看到，在選舉裡面，所有的人都動作。邱垂正是在保官位，邱垂正那時候讓馬英九基金會把清華大學、北大那些俊男美女的學生弄到台灣，讓拿6次奧運金牌的馬龍桌球選手到台灣。讓台灣很多年輕人去崇拜，到各大學去走。邱垂正差一點被換掉，那大家可以看到了。那時候李珍秀案子，邱垂正他們第一個時間，陸委會這樣講啊，台灣沒有一個人，台灣沒有任何一個陸配可以放棄中國大陸的國籍，沒有一個例子啊。那你沒有例子，你怎麼去為難李珍秀呢？各位，是不是你們陸委會就知道問題在哪裡？怎麼劉世芳出來一直用國籍法要辦人家，就是不合理嘛？我覺得邱垂正那時候覺得，後來講錯了，他趕快有一些改口。其實你跟賴清德在做事風險很高，賴清德就是一個死鷹派的台獨，他喜歡青鳥這種等級的那種沒有品格，可是我只要抗中，我自己搞得很爽。他認為這樣我可以拿到年輕人的選票，因為對賴清德來講，過去蔡英文可以拿57%的選票，我為什麼只有40%？那17%哪裡？就是那個死柯文哲給我拿去，大家可以看到了，他心裡一定這樣想，我要把年輕的選票拿回來，所以他在操盤的時候，他會想到我應該找雞排妹來選舉，為什麼？太陽花嘛，對不對？他想到就是這樣，我為什麼要找林飛帆去國安會？
連那個人有任何貢獻嗎？年輕人會以他當標杆嗎？我覺得他還在活在那個我要年輕選票的想法，所以他就大力的去弄沈伯洋，這就是目前的情況。休息一下再回來。